诸位同学，大家好。前面讲到改过之方，谈到要发知耻心，其次要发畏惧心。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但是要畏惧天地鬼神的监察，同时也要畏惧一般社会舆论的指责。今天我们继续看下文，不为是也，一息尚存，弥天之恶，犹可悔改。这是改过自新的理论依据。人只要还有一口气，一生当中造作再大的罪恶，都能够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恶，临终悔悟，发以善念，遂得善终者。这是举出证据来给我们说明。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很多。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你就可以看得到，为什么一生造作极大的罪业，真正忏悔，这个业障就能消除。这个道理在哪里？实在说，这个理太深太深了，不是凡夫能够理解的。不但凡夫不能理解，佛在经上讲，二乘圣者，全教菩萨都没有法子理解。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虚空、法界、宇宙的来源，生命的起源，众生的起源，涉及到这些大道理。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透彻、很明白，所以古时候的中国人赞叹《楞严经》说它是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我相信这两句话了，许多同学都听说过。《楞严经》上讲得明白佛告诉我们虚空法界，国土众生原本是一体的，因此极大的这个罪恶，只要回头
所以回头是岸，这个道理底下就说到了啊。为一念猛利，这个猛利两个字非常重要啊，足以提百年之恶。下面举个例子给我们说，譬如千年幽谷啊，这个我们在现在旅游当中啊，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岩洞啊，钟乳石洞，那都是千年幽谷啊。一灯才照啊，这千年暗居处啊，我们点一盏灯进去，千年的黑暗呢就破除了。故过不能究竟，唯以改为贵。这个过失啊，就像黑暗一样啊，只要一盏灯就能把它照破啊。这一盏灯呢，就比喻智慧，比喻觉醒了，我真正觉悟了，过去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啊。一念觉，一念真智慧现前呢，罪就消了。但是这一念觉，这一念智慧呀，非常难得，非常可贵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迷在情欲里面太久了啊，时间太久了，无量劫来就迷在情欲里头啊。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不是短暂的，是永恒的。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我们的精神长存啊。在佛家讲啊，我们有法身慧命那是永恒的。所以无量劫来，所以生死轮回也，迷失了本性，于是盲目无知的执着这个身是自己，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才造成这一生当中事事不如意，造成这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苦难。我们要想趋吉避凶啊，首先就要知道改过啊，改过。了凡先生把他自己的经验在这个地方详细为我们说出来，特别提醒我们，只要一口气还在，只要肯改，再大的过失都能够消除。接着他说，但是尘世无常啊，尘世凡间呢啊，不但我们这个生命无常啊，国土也是无常的。佛在八大人觉经一开端呢，就告诉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呀。这两句话是真实的警告啊！世间无常的，刹那刹那在变化，
我们这个身体很容易失掉人生难得而一失一口气不来，这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这个时候，你想改也没有办法了说欲改无有矣民则千百年担负恶名，虽孝子慈孙不能习替那么这就世俗而论，你造作的这个恶业造的太多了，你的恶名流传到后世后世人听到你这个名称就生厌恶之心像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一般人呢从小念书都读过宋朝的秦桧这一生呢作恶多端千百年来留下的骂名，他的儿孙在校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习题这是一个例子。有则千百劫沉沦欲报，虽圣贤佛菩萨不能援引，吾德不威这怎么不可怕呢？世间留的骂名是一桩非常不荣誉的事情。现在人常说荣誉是人的第二生命大家把荣誉看得这么重其实这个还在其次，最严重的是来世的果报恶业造得太多了，所以十恶无逆罪也。佛在经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罪业是堕阿鼻地狱的。那么说到地狱，那是非常恐怖的。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得很清楚造作极重的罪业，感得地狱的苦报。地狱从哪里来的？往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朱金洲老居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是他的岳父章太炎先生，那个时候住在北京他曾经有一段的时间被东岳大帝请去做判官那么这就讲到有鬼神了，那真的有东岳大帝在中国的山东省泰山他管辖的区域有5、6个省份这个管辖范围很大。这个地区里面的人生死吉凶祸福他都在掌理判官的地位很高，相当于秘书长他请章太炎先生呢去担任这个工作章太炎先生他说晚上这个小鬼就来了抬着轿子，那个时候没有车嘛，抬着轿子请他上轿他就上班了。第二天早晨呢天才亮的时候呢他就下班了，就把他送回来了。他日夜都不休息
白天在我们人间办公上班，晚上要到轨道里上班。那么他也常常把他在这个轨道里头这个夜间呢所见所闻呢，给些朋友们叙说。那么有一次他就讲到的，他就问这个阎罗王，问这个东岳大帝，阎罗王比东岳大帝还要高一级，他讲这个地狱的刑罚呢，有一种叫炮烙，炮烙是把这个铁柱烧红，这个是罪人的时候抱着这个柱子，用这种章太炎说，这个刑罚太残酷了，希望东岳大帝能够大发慈悲心，把这个刑罚废除。东岳大帝听了这个话，点点头，也没说。他说：“你先去参观一下，你到刑场里面看一看。”于是东岳大帝就派了2个小鬼，带他去参观现场。他就去了，到那边之后，小鬼就告诉他，他说：“这就是现场，你看他看不见。”于是才恍然大悟，原来地狱里面的刑罚不是阎罗王设的，不是他设立的，他就不能废除这个刑罚从哪里来的呢？是你那个恶业里头变现出来的，就跟人做梦一样，做噩梦一样，自作自受不是别人做出来给你受的。他恍然大悟，以后再不提了。他才晓得佛经里面讲的道理真实所有一切境界乐的境界、欢乐的境界、痛苦的境界，无一不是自心变现的。这就是佛在《华严经》上所讲一切法了包括天堂地狱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是你自己的心，识就是你造作的善恶业。所以你的心善，你的行善，现出来境界自然是至善美满的。你的心恶、念头恶、行为恶，现出来境界自然是灾难所以天堂是自己心变现的，地狱也是自己心变现的，我们现前这个生活环境还是自心变现的可是有人就说了，我的心怎么会变现这个境界这的确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什么是心？心在哪里？心像什么样子？这个在佛教是大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换一句话，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叫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楞严经》上所以说开智慧的楞严呢没有错楞严经一开端，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尊者讨论真心妄心心在什么地方，心是什么样子，心有什么作用，那个经文就太长了经有10卷讨论这些东西。所以禅宗讲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一句话的意思，一个人真正把心搞清楚、搞明白了，世出世间所有法你都通达无碍了这是真的所以一切唯心造
一切法唯心所变啊！因此，我们不能不害怕了。地狱境界现前了，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能不能度你？如果你执迷不悟，地藏王菩萨再慈悲也帮不上忙。佛菩萨确实常住地狱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呢，苦口婆心的教化了。受教的人一定要觉悟，一定要能信、能解、能行，他才有机会脱离地狱的苦报啊！然后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不断向上提升的，所以佛的恩德是第一大，超过父母啊！父母对我们的恩德一生一世啊，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生生世世，永远不相舍离。我们造作再严重的罪恶，他也不会舍离我们啊！这一点实在讲太伟大了，是我们应当向他学习的。再看下文，第三呢，须发勇心，勇猛精进啊，改过自新。说到改过，了凡先生提出了三心啊，这个三心我们必须要记住。第一个是知耻心，人不能不知耻啊。第二个是敬畏心，第三个是勇猛心。你要能具足这三种心，改过就不难了。他说：“人不改过，多是因循退缩。”啊，因循就是得过且过，马马虎虎。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认真。这个就你的过失就很难改了啊！退缩就是退转呢啊！这就是人为什么不能改过？多少人想改过而改不过来，就是因循退缩这四个字障碍住了。说无需愤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烦等待呀，这个就是勇猛心的样子啊！什么叫勇猛呢？要振作起来，绝不怀疑，立刻就改啊！不要说这个过失啊，等待明天吧，等待明年吧，那你永远没有办法改过啊！立刻就要改呀，当下就要改啊！说小者若芒刺在肉啊，俗于绝涕；大者如毒蛇逆之，俗于斩除。无丝毫凝迟，此风雷所以为业也。小的过失就像刺啊，这个刺啊，刺在我们肉里的，赶快要把它剔除啊，这是我们有经验的。大的过失啊，就像蛇，毒蛇咬了我们的指头啊，这个时候立刻就要把指头斩断。如果不斩断，这个蛇毒攻心，人就要死亡。这个时候决定没有犹豫，当机立断呐！啊，无丝毫疑滞啊！
这是风雷所以为业。这个风雷是易经里面的卦取它的现象风吹雷动春天的现象万物生长，所以它有仪风雷仪在此地形容当机立断勇猛改过的这种相状。这居士三心，则有过思改，如春冰遇热，何患不消乎？改过必须具备这3种心然后有过你才能够改。底下举的底下2句话是比喻譬如春冰春天的冰遇到太阳了，太阳出来，冰就融化了把这个冰比喻作沃叶把这个太阳呢比喻作勇猛勇猛改过，你这个过失自然就消除了。然人之过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功夫不同，效验一异那么这是说到3种效果不同，有人从事上改，有人从理上改，有人从心上改但是诸位要知道，都必须要具足前面讲的3心没有3心呢，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没有法子下手，都得不到效果那下面呢，再分别给我们说先讲从事上改的，如前日杀生，今戒不杀；前日怒力，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强之于外，其难百倍也。且病根总在，东灭西生，非究竟果然之道也那么这是先讲从事改，从事改难这是一种强制的行为一面把它制止这个的确是有限度的它有个保护点改得不彻底举这一个例子，譬如从前杀生现在你发心持戒你去受戒，受5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发心呢持戒了那么这个5条戒呢，都是断除自己这5种习气，习气太深要断掉非常困难你现在就不杀了，你这不杀能支持到多久呢？从前喜欢发脾气，喜欢骂人现在戒除我不发脾气了举这个例这都是从事上改的，这是一种强制的行为很困难病根总在为什么呢？贪嗔痴慢是病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断除
所以境界现前，它又会起现行。有一些人善根深厚的，还能够强制得住；善根薄弱的，往往遇到大的逆境，他就没办法控制了。小的逆境他行，能控制得住；大的就不能了。下面说是东灭西生呢，非究竟果然之道这个果然之道就是彻底拔除的意思，没有办法彻底拔除那么这从事上改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学佛的人很多都有善心，都想改过，大家发心呢去受戒，受了戒之后又做不到我遇到不少人呢，法师我受了戒现在都做不到，又犯戒又破戒，怎么办呢？这个事是难的其次呢，了凡教给我们从理上看，理论这个功夫比前面要提升了一层了。善改过者，这善是慧慧改过的人未尽其事，先明其理譬如我们要想不杀生，不杀生的事我并没有断，还没有断，先要去了解为什么不杀生，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如过在杀生我们的过失有杀生这个过失，即四月，这个事要常常想上帝好生，物皆劣命煞彼阳极，岂能自安我们在从前没有人教导我们，我们疏忽了，从来没有想起这段事情到我们接受圣贤教诲之后我们听到这些教训，常常放在心上确实上天有好生之德了。所有的动物哪有不爱惜自己生命的道理呢？连蚊虫蚂蚁都贪生怕死我们要想杀它来养自己，我们的心能安吗？如果反过来说，人家杀我们去养它，我们能甘心情愿吗？常常想这个道理且彼之杀也。你再想想动物被屠杀那个时候的状况既受屠割，复入鼎火，鼎火就是放在锅里面去煮这种痛苦彻入骨髓我们如果设身处地来想想，如果这个动物是我被人杀了，然后被人去煮被人吃了，极之阳也，正高罗列，是过皆空我们常常想这个。我在26岁遇到这本书，读了之后我是非常受感动所以我从开始接触
大概是6个月之后，我就素食了。我常常想到，不忍心吃众生肉想想这个状况太可怕了那么再想想的果报，尤其是寒心。早年我的家父在世，他是一个职业军人。抗战期间我们家里面枪支就很多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长短枪我们家里大概有8支。他喜欢打猎我们小的时候跟到父亲去打猎天天有野味打回来吃可是抗战胜利之后他死的那个状况就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他疯狂了看到山他就往山上跑，就跟野兽一样样子完全像野兽。看到水他就往水底下钻。佛在经典上讲杀生的果报，我亲自看到的所以想到我父亲生病到这个死亡那个状况，我非常恐惧我自己也打了3年猎，也杀了不少生所以想到这些情形，读这些书，我再也不敢我从26岁开始吃长素，放生赎过去杀生的这个罪过太重了，所以我学佛之后，我只做3桩事情：印经，跟印光大师学的；放生，消除我杀生的罪业再就是布施医药。看到有很多人这个生病很苦，穷人没有能力买医药，我每个月捐一点钱这个布施医药，我就做3桩事情，很简单很单纯这个地方文字讲得好即之养也，这是讲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习惯正高罗列，就是你的菜肴很丰富你有没有想到食过即空我们贪图美味，为谁来贪图呢？我们这个杀生吃肉，为谁呢？能够辨别滋味的舌头舌头不过3寸长而已到喉咙底下就不知道味道了。为了3寸舌头，满足这个3寸舌头，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不值得吗？这个道理，这个事实，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过？如果说素食没有营养，素食妨碍健康，我可以跟大家做证明。我素食到今年整整50年。我一生当中没有生过病。确实是
健康长寿我的体力不衰健康状况能够长久的保持什么原因呢？素食实在讲，我对于养生这桩事情非常含糊没有讲究真的是不懂得唯一在身体上遗憾的就是牙齿不好。我的牙齿没有掉都是好牙齿就是牙齿还不够标准什么原因呢？不懂得保护牙齿我到前年有一个同修带我看一个牙医替我洗牙那个洗牙的那个医生就给我讲法师，你的牙齿很不错，保持得很好。他说这个是你得力于素食70多岁别人牙齿都不行，都比不上你了他教我保护牙齿，每一次吃完东西之后一定要漱口，要刷牙，不要用牙膏，牙膏只要用早晨跟晚上用2次，平常多漱口多刷牙。我这个不懂我在过去只是早晨刷1次牙，晚上都不刷牙，所以对牙齿没有照顾好如果我要早遇到这个医生，年轻的时候我就懂得保护牙齿，我现在的牙齿大概会跟20、30岁人一样所以这医生告诉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牙齿我这个已经算是很好了，不够好所以现在我懂得了你看我每一次吃东西之后，我立刻就刷牙漱口牙缝里面决定不能有东西存在，那个是很容易带细菌的牙齿好，我们的消化系统就好人就不会生病所以素食对于健康大有好处，特别是中年以后中年以后不知道在饮食上摄身，对于你晚年身体健康会有很大影响那么这是从这个饮食起居，我们一般讲卫生。世间人都懂得讲卫生呢，可是还有重要的，大家疏忽了。那是什么呢？卫信。信是好的性情，它会影响生理所以伊斯兰教回教他们的饮食有很多规矩，有很多东西他们都不吃的我曾经研究他们的教义，为什么不吃呢？原来那一些动物性情不好凡是性情不好的一些动物植物他都不吃，为什么呢？怕影响自己的心情。他懂得为性保护一个好的情绪我们今天讲情绪这就比一般人高明了。以后我读佛经佛更高明佛讲3条，除了讲求卫生、卫性，还讲求卫心，保护自己的慈悲心保护自己善良的心所以不食一切众生肉
这个有道理在呀。佛家确实通情达理我们一般讲，他是教学合情合理合法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是活活泼泼的我们要懂得这些道理在素食里面、蔬菜里面，佛法里面鉴别5种蔬菜不吃这5种叫5荤菜诸位，你想想看，这个荤呢是草字头荤不是肉肉叫心，在佛家叫荤心这个要戒除的肉类是属于心荤呢是指5种，这5种菜，葱是一种这个大蒜这小蒜我们叫焦头小蒜韭菜、洋葱这5种东西不吃。为什么不吃呢？这5种东西生吃刺激这个身体，容易发脾气，为这个原因防止你少发脾气，少动肝火，所以戒除熟吃这个东西能够产生这个荷尔蒙，容易引起性冲动，是这么个原因的，不是别的但是如果用这些东西做香料这个配在菜里面，这个可以。为什么呢？它不起作用所以一定要懂得佛家列法这些戒律的真正用意之所在你说佛家这时候在戒律里面戒酒5戒里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佛说酒本身没过失，酒醉了怕你干杀盗淫妄所以酒是防止的，本身没过失这个我们要懂得。但是在做菜里面用料酒呢，这个没关系这个料酒你就想到它不会醉所以佛家制定这些法通情达理尤其是酒这条戒就开源很多开源就是开戒，不是犯戒在某一种时期可以饮酒这个戒经里面讲70岁以上，身体健康状况差，血液循环缓慢，每一餐饭都可以饮1杯酒。为什么？帮助血液循环，当药用中药里面有很多是用酒做药引，通通都许可用所以它不是说什么都不能用的。现在有很多人持戒，对于这些小小戒吃得很严，那个重要的戒的时候就马虎了，这个错误完全搞错了所以这些事情要不能仔细去辨别，人就会死在戒条之下，那就什么都行不通了所以有人说这个戒条是杀人的那是他错会了意思死在戒条确确实实是一般人所说的，他不知道佛家的戒律活活泼泼这戒律有开戒吃饭呢，一定要懂得它的精神，懂得佛为什么制这条戒，这条戒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如何运用什么情况之下怎样运用，活活泼泼，你才晓得
戒律是大自由，戒律是大自在呀！断恶行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自然就会选择素食了。欢喜素食。养心要养清净心，要养真诚心，要养平等心，要养慈悲心。你懂得养心，懂得养性，又懂得养身，养这个卫生，你的身体当然健康。你怎么会生病呢？就如同这个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他今年102岁了。他常说我们要长寿，我们不要老，我们不要病。102岁了，每一天还照顾许许多多穷苦的病人。每一天忙得不亦乐乎102岁除了头发白了之外，牙齿只掉一个，我再就看不出他的毛病。健康活泼，跟年轻人一样所以在新加坡大家都知道，102岁的年轻人，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效法的。素食菜根，尽可充腹，何必强逼之身，损己之福哉？何必杀其他的动物来损自己的福报？这个是决定错误的思想行为。好，今天就讲到此地。